战印手里的手机差点滑落地上，随即他紧张地打电话给苏南。苏南，彤彤在哪家医院啊？他一句话对他影响那么大，居然害得他受了伤。战印又悔又自责，他怎么就不能控制一下他的臭脾气啊？我也不知道在哪家医院，我到店后只看到小军一个人，问了才知道嫂夫人受了伤，被商小飞送去医院了。你想知道情况，打电话问问吧。那战印立即就挂断了与苏南的通话。哎，他打电话给海彤，电话通了之后，海彤很久才接听啊。彤彤，你在哪家医院？伤得重吗？哎，我马上过去。接电话的人是商小飞。海彤在输液。到了医院后，商小飞才看到海彤的伤口挺深的。医生重新帮海彤清理伤口时，都还会流血，商小飞有点怕血。当时看着那血一滴滴往下掉，他看的两条腿都软了，最后不敢看，扭身走开了，才好一点。由于海彤常用的剪刀是用了很长时间的，多少都带着点锈，医生建议他打了破伤风，再输一瓶主要是消炎作风的药液。他是左手中指受伤，包扎后拿手机不是很方便，右手又在输液，听到手机响就让商小飞帮他接。商小飞听到战印那紧张兮兮的问话，心里还是有点酸意的。他像他的家人那样想不明白战印为什么会选择海彤，他哪一点不如海彤？这种酸意呢，也就一瞬间的事，他就回应着战印。彤彤的伤口包扎好了，也打了破伤风，现在输液消炎。他看向药液，说道：估计还要20分钟左右才能输完药液。怎么是你？彤彤呢？商小飞反问他，怎么就不能是我？彤彤在输液呢，不方便接听你的电话。还有其他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挂电话了。你们在哪家医院？你自己查呗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骗彤彤的时候，能瞒天过海，管城就那么多家医院，你还查不到。还有啊，下次跟我说话态度好一点，叫我姐吧。战印一脸黑线。商小飞呢，不愧是商无痕的亲妹妹，兄妹俩都是一样的德行，知道她是海彤的丈夫后，都在她面前端起了哥哥姐姐的架子，他就挂了电话。那离管城中学最近的医院是管城人民医院，不用查，猜也能猜到商小飞会把海彤送到管城人民医院去。被战印挂了电话，商小飞也不生气，帮海彤把手机放回他的钱包后，对海彤说道：彤彤，你妈是我亲小姨，咱俩是表姐妹，这是做过 DNA 鉴定的，是事实，无法抹掉的事实。我比你年长1岁，你是该叫我表姐吧？战印是你丈夫，按理他也该跟着你一起叫我表姐的。我跟你说哈，你一定要让战印叫我姐，否则我那口气都喘不出来。海彤有点想笑，他就说道：嘴巴长在他身上，他叫不叫，我可管不了他。你可得管，你要是不管，他见到我依旧是黑口黑脸的。然后冷冰冰地叫着商小飞：我做不成他老婆，做他姐也不错。我就想让战印叫我姐。他就在海彤身边的空位上坐下来，俯下头去看了看海彤受伤的手，心疼的道：你当时是不是很生气，把你的手当成战印来剪？才没有呢，我再生气也不可能自残，真的是意外。可能就是生气时力气特别大，一剪刀下去就这样了。其实吧，战印的确是个很好的男人，他们战家的家风也好。我是生于豪门，长于豪门，很清楚豪门里的事，可以说放眼整个省，像战家这样的豪门找不出3家。商小飞羡慕的道： A 市的军家是其中一家，然后就是咱们管城的战家，第3家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家，没听说过。反正吧，像战家这种顶尖级的豪门，家族人丁兴旺且团结一致的凤毛麟角。你跟战印闹上几天就好了，别闹得太久，错过了他，你会后悔一生。你看看你表姐我眼高于顶的，都痴迷战印多年，曾经做梦都想过嫁给他的。就是我和他有缘无分。
当然也得看看战印的表现，才决定原不原谅他。那要是他表现得不好，例如像最初那样批晕你、软禁你，你该多气2天。商小飞是承认战印值得托付终身的，否则他也不会痴迷战印多年，直到知道战印已婚，他才放弃。彤彤，现在也没有别人，我比你年长1岁，是你表姐，哪怕咱们是半路相认的，但我对你是一见如故，早就把你当成知己好友。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的话。你和战印不会离婚吧？或许你在愤怒之下会想过离婚，但战印肯定不会同意离的，他不同意离。你就算去起诉离婚也没有用，在管城那是他的天下。既然不能离婚，那你得正视你们之间的现实问题。以前你不知道他是战家的大少爷，以为他就是个打工一族，你们就没有现实差距。现在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，现实问题跟着出来。你相信姐，豪门贵妇不好当的，你必须让你自己强大起来。我也相信你只要努力了，你和海玲姐都能强大。你们身上有那股不认输的坚韧之气，你不能再安于现状，1个月就拿那么点钱。对于豪门贵妇人来说，你每个月的那点收入都不够人家买1只包。你以后代表的不仅仅是你个人啊，还有战印、战家大少奶奶，以后还是战家的当家太太。我妈当初是一介孤女，靠着自己的实力爬起来。饶是如此，她刚嫁给我爸的时候，也遇到很多难题的。我爷爷是很欣赏信任我妈，但我奶奶有着天底下婆婆们的通病，总喜欢挑媳妇的刺儿。我妈跟我奶奶的婆媳斗争是在商氏集团出过1次危机，我爸都处理不好，还是我妈力挽狂澜，才让商氏集团度过了那次危机。那加上我2个哥哥的出生，我奶奶才算接纳我妈，认可我妈。我妈总是说，女人当自强，自己强大，不用依赖谁才能在这个残忍的、不公平的世界里站稳脚，不被人欺负呀。海童静静地看着商小飞。商小飞说着说着，说得唇干舌燥。我去倒杯水，你要喝水吗？也给我来1杯吧，谢谢。商小飞伸手轻捏一下她的脸，笑道：姐妹之间也那么客气啊。彤彤，你的皮肤保养得挺好的，手感很好，战印喜不喜欢摸你的脸？不等海童答话呢，商小飞就笑着走开了。他给海童和自己各倒了1杯温开水过来。海童伸出受伤的手，他不把水杯递到海童的手里，而是直接凑到了海童的唇边，体贴地道：我喂你，我可以自己来，手指包成这样。其他事情做不了，不过端杯水来喝还是做得到的。海童说是这样说，还是接受了商小飞的体贴。2个人都喝了1杯温开水后，商小飞又坐了下来，对海童说道：我先跟你说这么多吧，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，如果不愿意拼命改变自己，就跟战印说清楚。他和他的家族接受不了，你们就趁早分了。他们家又不是现在才知道我那么穷。海童替婆家说了句话，战家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什么条件。商小飞笑了笑，也是战家长辈都很开明，就算心里不认可你，明面上也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他们尊重小辈的决定，你只要考虑战印的想法就行。分吧，我觉得你们分不了，除非战印不爱你了，你们才能分开。但战印那种脾性的男人，霸道得很，也专情，你想分呀，估计要下辈子转世投胎才能分吧。海童叹口气，小飞，我也觉得我和他的差距太大了，就算我们现在和好如初了，我总会觉得我配不上他，然后就会变得很敏感，敏感的人也容易闹脾气，闹脾气又容易争吵。我和他的感情本来就不深，老是争吵，那点感情经不起消耗。说分手吧，他现在的确不肯分，说实话，我也舍不得，我对他也是有感情的了。你让我好好的考虑考虑。海童想到的也很多，想他和战印未来会面对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。用商小飞的话说，他以后代表的不仅仅是他，
还有战印，甚至整个战氏家族。可能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盯着，稍有差池，就会冲上热搜，严重的影响到他和战氏家族的名声。贵妇难当啊，首富家的大少奶奶更难当。她背后没有强大的娘家资本当靠山，想与战印牵手余生，她是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像她大姨那样凭着实力在豪门里站起来。但想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却是千磨万难的。特别是现在各行各业都处于饱和状态，他想重新投资创业很困难，甚至都不知道该从哪一行入手。以前他没有什么大的理想，就想着和好友继续经营着书店，再加上他网店赚到的小钱，存够首付的钱了，就供一套房，让自己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家。相较于很多打工一族来说，他已经算得上是很不错的了。从来没有想过要嫁入豪门，他也对豪门没有兴趣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，不属于自己的圈子。他不想去挤，也没有追求的热衷，他只想过着平平静静的生活。闪婚战印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的了，他也不想多说。做梦都没想到他是被奶奶和战印骗了，以为就是个打工一族，谁想到人家是首富家的大少爷。里的情节变成现实，海童整个人是懵的，他被打得措手不及，不知道该如何抉择。离不成，走不下去，他就矛盾至极。他大姨走的路，他很难复制。大姨年轻那会儿，正是春风吹绿大地的好时机，只要抓住机会就能爬起来，跟他现在完全不一样呀。他当然知道女人该自强，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依赖男人过一生。从姐姐的婚姻里，他就看透了，不要相信男人说的我养你的鬼话，他们养着养着就心态变了。好几名穿着西装服的男人紧张地围着一个男人走进了注射室，他们的出现也把海童的思绪就拉回来，就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那些人。商小飞以为是战印的，看到那个被围着的男人时，他眨眨眼，嘀咕着，怎么是他啊？在医院竟然能遇到他。海童抬头看他，问道，他们你认识？只认识一个，那些是他的保镖，我就不知道名字了。他是谁呀？海童好奇地问道。商小飞回答他，也是个厉害的主，还是笑面虎，看着温润如玉，实则暗藏杀刀，狠辣得很。海童，你倒是说出他的名字来呀。跟你们家战少是深度合作的合作伙伴，来自 A 市的风尘集团，就是我跟你说的。家风很好，能和战家媲比的君家，他排第5，是君家现任当家人的亲弟弟，出门也像战印那样排场非常大。战印是防着我这样的爱慕者，才会带着一班保镖防身。军武少是自身功夫差，为了他的安全才会带着一班的保镖。海童眨眨眼，商小飞对军武少的关注度挺高的吗？军武少，他想起来了，战印曾经和他提起过军武少，好像叫做君然吧，说君然也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，就是 A 市离管城有点远。战印帮沈小军和苏南牵红线后，看到两个人还没有动静时，跟他说过，要是苏南不能让沈小军动心，那就把君然介绍给沈小军，但又怕沈小军不愿远嫁。况且君家也是顶流豪门，是沈小军不愿意嫁的门庭。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及此事。他们这些男人能掌管一家大公司，并在商界里游刃有余的，都有着心狠手辣的一面，所以你别被他温润如玉的外表骗了。我大哥对君家男儿的评价都非常高，说不惹怒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个个都很好说话，不摆豪门少爷的架子，连他们家的当家人都是很低调，像个普通人一样。要是惹怒了他们，那怎么死的就不知道了。对了，他们家的当家人和你一样，在婚姻上都是属于闪婚，当家太太也是在农村长大的，不过她比你幸运太多。虽说是被养父母捡来养的，却是若亲生，把她培养得很好。有真心疼爱她的养父母，
也有宠妹狂魔的哥哥，后来还找回了自己的亲生父母，竟然是望城最有钱的家族，一下子就改变了农村出身的身份，一跃成为望城兰家大小姐，不管身份地位都能与君家当家人相配。商小飞是商家千金，她对豪门的事情了如指掌，自家表妹就没有君家大少奶奶那样幸运了。彤彤，你说我要不要过去打声招呼啊？我跟君武少也有数面之缘。海童笑道，既然是认识的，就过去打声招呼吧。我也觉得该去打声招呼，你坐着，我去打声招呼。来医院都还带着那么多保镖，怕护士用针头扎死他吗？哦，海童笑死。商小飞边吐槽居然架子大，边朝居然走过去，还没有近前呢，居然扭身就跑了。哎，往洗手间跑去。他的保镖们又紧张又无奈。你们家武少怎么了？商小飞好奇地问，看君然的反应，好像是拉肚子。君然的保镖团看到商小飞也很意外，大概是没想到武少拉肚子进医院也能遇到商家的小辣椒吧。商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一名保镖本能地问着。商小飞答道，我陪我表妹在输液，她受伤了。你们武少是肚子不舒服？那名保镖就嗯了一声，但并没有多说。医生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也开了药，要输液呢。商小飞颇为关心的道。那么严重？保镖沉默。商小飞知道他们是不愿意让他知道军人真正要输液的原因，他也没有再问，转身回到海童的身边坐下。军人再一次从洗手间里出来，护士已经调好了药液，准备给他输液了。本来军人想进临时病房躺着输液的，不经意瞧见了商小飞，他马上就挺直腰肢，装着没事人一样，带着保镖们走过来。战太太，商小姐。海童现在是管城的出名人物，新鲜冒泡的这战家大少奶奶呀，谁不知道她？要不是战印和苏南强势挡着，海童现在早就被媒体围得密不透风啊，哪能在这里安安静静的输液？海童一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居然嘴里的战太太是他。商小飞则是问道，武少这是怎么了？病毒性急性肠胃炎，恶心呕吐，腹痛腹泻伴着发烧，那撑不住，只能来医院。商小飞哦了一声，那这个挺难撑的，你多喝点水。谢谢商小姐的关心。君然又看向海童，见海童手指包着纱布，关心地问了句，战太太受伤了。海童自嘲的道，想试试剪刀利不利，把手剪了。他看看海童，又看看商小飞，心里想着怎么战太太受伤了，不是战印陪在身边，而是商小飞。君然就在海童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输液，正好可以和商小飞闲聊。保镖帮君然拿到了药，就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让他吃了药再输液，双管齐下会好得快一点。几分钟后，战印匆匆地赶到。哎，彤彤。他眼里只有海童，没有留意到坐在旁边和商小飞闲聊的君然。战印快步走到海童的跟前，先是看一眼药液，然后蹲下身去，轻轻地托起海童受伤的手指，心疼地问道，痛吗？你试试就知道痛不痛了。战印自责的道，彤彤，对不起，又是我错了。海童抿了抿嘴后说道，与你无关，是我自己不小心弄伤的呀。战印抬头看他，他与他对视了一下，就别开了脸。战印心里痛啊，他站起来半晌，说道，药液输完了，我送你回家，你好好休息，这几天不要碰冷水，免得伤口发炎。你工作忙，不用送我了，小飞会送我。今天是周六，他们公司上下都在加班，可见是真的很忙。战印瞪着他，在一旁看着的君然和商小飞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。君然轻咳两声，战印的注意力才看向君然。武少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君然自嘲地笑道，我这么大个人坐在这里，战总来了好几分钟都没有看到我，看来我有隐形人的本事。武少怎么了？被君然讽刺。
战印不放在心上，他进来时眼里是只有海童，没有留意到别人。他也想不到居然会在这里，不知道咋回事，得了急性肠胃炎，实在是撑不住，就来医院了。战印扫了商小飞一眼，哇，有种商小飞和君然很般配的错觉。彤彤的药液输完了，叫护士过来帮他拔针。商小飞看到药液输完了，吩咐着战印去叫护士。战印不喜欢商小飞用着吩咐的口吻和他说话，却不得不忍着，他去叫了护士过来。护士帮海童拔了针头后，战印本能的想帮海童按压针口，但商小飞动作被他快，抢先帮海童按压住了针口，还温声说道：“彤彤，要按压几分钟才不会出血呢？”战印抢不过商小飞，主要是现在他不能和商小飞争执。他关心的就问：“彤彤的药拿到了吗？”“还没有，你去药房帮他拿。”没有吃的药都是敷伤口的外用药。答话的自然是商小飞。战印抿着嘴，转身去药房帮老婆大人拿药。刚拿到药，商小飞扶着海童出来了。“彤彤。”战印快步走过去，“让我送你回家好吗？”他又对商小飞说道：“商小姐，今天谢谢你啦。”海童不想来医院，是商小飞硬带着海童过来的，这一点战印感激商小飞。那虽然他夫妻俩本来有点回暖的关系，因为商小飞的出现又跌回原点，让战印很不满，甚至吃商小飞的飞醋，但商小飞对海童的关心却是抹不掉的。战印也知道自己对待商小飞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冷漠无情，她是海童的亲表姐，海童很在乎她。战印想到海童对谁都在乎，就是对她不够在乎，又心里泛酸。商小飞问海童：“彤彤，你是让他送你，还是我送你啊？”“我自己打车吧。”海童没有让商小飞送，也不让战印送，两边不得罪。做人真难呀，让战印送你回去。我出来这么久也该回去了，我妈都不知道我出门的。商小飞主动让位，他深深地看了战印两眼，松开了海童后率先往外走。战印。商小飞忽然又停下来，扭头扬声叫喊着战印的名字。说到战印，别逼海童啊。还有呢，我们一家人永远是海童的娘家人，别以为他没有娘家人撑腰就欺负他。再敢像前几天那样限制海童的自由，我打上门去。战印绷着俊脸，冷冷的道：“你没有打上门的机会。”他现在恨不得把海童捧在手心里，哪舍得欺负海童。彤彤，他要是对你不好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讨公道。还有战印，你还没有叫我姐呢，不叫我姐就是不尊重海童的娘家人，说明你对海童的爱还不够深。他很想骂人，商家人都是一副德行，商无痕也是那样。商小飞那像是扳回了一局似的，得意的走了。彤彤，我很尊重你的娘家人啊。商小飞那是故意挑拨离间，想让我们夫妻俩分开。海童看了他片刻后说道：“你还没有来之前，小飞是跟我说了很多与你有关的话，但绝不是离间离心的话。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小飞是个很好的女孩子。”说完，他从他手里拿过装着外用药的袋子，越过他就走。战印顿时心痒痒的，很想知道商小飞和海童说了什么话。他默默地跟着海童走出了医院。阿七等人呢，在医院门口等着。看到小夫妻俩出来，保镖团迎上前去，恭敬地叫了海童一声大少奶奶。海童顿了顿脚步，最终什么都没有说，再次抬脚就往前走。战印看着他，没有要坐他车子的意思，神情落寞。他吩咐着阿七：“阿七，你开车送一下你们大少奶奶吧，我呢回公司。”“好。”知道小夫妻俩还没有和好如初，阿七也不敢多说什么，赶紧上车，开着车子去追海童。战印远远地看着海童最后上了阿七的车子，他才放下心来。好在他没有拒绝他的安排。战印回到公司后，
吩咐赵秘书把需要他处理的所有文件全都送到他办公室里，然后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不允许任何人再进去打扰他，连苏南和战逸晨都被拒于门外。海童是回书店，他的手受伤了，无法再编织工艺品，就坐在收银台里，拿着一支笔在纸张上乱画。小军端着一盘切好的哈密瓜出来，放在海童的面前，他跟着坐下，递给海童一只叉子。说到不要一个人闷着，可以跟我说说。小军，你说我除了开书店和网店，那还能做什么？就是做那行业能快速的赚到一大笔钱。沈小军笑道，你要是横财运特别好的，去买彩票吧，中几百万，不就有一大笔钱了？算了，我向来没有横财运，马无夜粮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发，怪不得我一直这么穷，是我没有横财运。怎么忽然想到赚钱方面了？哎，你现在缺钱吗？我存款也就几十万元而已，不缺钱，但也没有成为富婆。小飞跟我说了很多话，那是摆在我和战役面前的现实问题，我不得不考虑清楚。沈小军问他，不生他气了？生气不生气，我和他的未来也是要考虑的呀。海童叹着气，我就是想找个普通男人嫁了，怎么就跳进了大坑里呢？跳进去还爬不起来。小飞说，就算我去起诉离婚，战印不肯离，我都离不了。你敢去起诉离婚，他就敢把你软禁一辈子，别提他做的那些让人生气的事。海童插了一块瓜来吃，哎，这瓜挺甜的，我挑的肯定甜。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担心小飞知道后会和你反目成仇，现在看小飞的反应，他气归气，还是很理性的，并没有怨怪到你头上来。就算小飞怨怪，也只能怪他和战先生有缘无分，毕竟战先生从来没有喜欢过他，也没有给过他任何承诺，他有喜欢战先生的权利，战先生也有拒绝他的权利。你只要考虑你和战先生的现实问题就行，其他的就不必担心了。海童放下了叉子，又叹口气，你让我自己好好想一想吧，不要一个个都在劝他呀。我不说了，你自己好好的想吧。反正不管你做任何的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不吃了，没有胃口。小军也不勉强他。受到情伤的人都是这样，要么暴饮暴食，要么吃不下睡不着，过着昏天地暗的日子。外面响起了脚步声，很快就看到老太太和唐君叶这对婆媳俩走进来。战奶奶啊！沈小军没有见过唐君叶，不敢随便打招呼。海童站起来，奶奶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小军才知道战奶奶身边的人是战印的亲妈，好友的婆婆。奶奶和你妈过来是向你道歉的，彤彤。最先骗你的人是奶奶，你要怪就怪奶奶吧。你的手怎么了？老太太是过来亲自向海童道歉的，最先骗海童的人是她。不小心被剪刀扎了一下，没什么大事啊。海童请着两重婆婆坐下，沈小军给婆媳俩倒来了水，然后识趣的走开。老太太把她当初是如何连逼带哄，让战印娶她替她报恩的事都告诉海童。最后她歉意的道，彤彤，阿印骗你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我，你要怪就怪我。彤彤，奶奶要说的话就是这么多，奶奶也不打扰你，我们先回家。海童起身相送。婆媳俩都不让她送，她坚持。送走了两重婆婆后，海童打电话给战印，电话刚接通，战印就马上接听了。战印，下班后来接我一下，我们回家好好的谈一谈。战印紧张的手心都要出汗了，嘴上忙应着好啊。打了电话给战印后，海童又跟姐姐说了一声，他晚上先回明苑花园，他要跟战印好好的谈一谈，会晚一点才回租房。海玲应着他，那行，再晚姐都给你留门。打完电话之后，海童没有马上回到店里去，而是在学校门口的那条路上，沿着河边一个人走着，吹着冷风，他的头脑慢慢的冷静下来。
摆在他和战印面前的最重要的不是他生不生气的问题，而是他和战印的现实差距。走着走着呢，意识到自己走了很远的路，这海童才停下来，转身往回走。在转身之时，看到了远远的跟着自己走的沈小军，他顿了顿，便走向好友。我不会想不开的呀。小军笑道，我知道你不会想不开。哎，就是想着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叫喊一声，我能听到。海童与他对视片刻后，忽地的与他相拥一下，感激的道，小军，能有你这个好友，是我三生有幸啊，也是我的幸运。沈小军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就松开了他，与他并肩往回走，边走边说道，吃了饭再回去还是啊？我让战印来接我。海童答非所问呀。沈小军看他问道，决定原谅了吗？生气而已，又不是恨意。我该正视的是我和他之间的现实差距。我想跟他好好的谈一谈。沈小军嗯着，你们是该好好的谈一谈。人与人之间沟通是很重要的。海童点头。战印来得很快，跟着他一起来的还有苏南。苏南是来请沈小军去吃饭的。他和沈小军目送着海童上了战印的车子，看着战印开车离去，苏南碰了碰沈小军的手臂，问道，他们俩和好了？我看战印从公司里出来，整个人像中了彩票似的兴奋，走路都是飘的。中了彩票的那点钱都没有他自己的存款多。他有什么好兴奋的？是彤彤愿意与他谈谈了。和好如初，没那么快吧，但总要解决的，我说过。海童遇事不会逃避，不过是需要时间冷静冷静，想想怎么解决而已。苏南夸赞着他，对，你最漂亮，说什么都是对的。沈小军瞪他，你这句话说的带着讽刺的意味，可不是夸赞。我什么时候仗着我的颜值说话？再说了，在你们这些人中，龙凤面前，我可不敢仗着颜值说话。我的错，我说错话了。苏南笑道，走吧，我请你吃火锅，叫上小峰啊。苏南，可以。哎，谁叫他当初走的是小舅子路线呢？现在未来的小舅子成了电灯泡了。哎，简直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。明苑花园，彤彤，你先看看电视，我做饭。战印进屋就脱掉了西装外套，径直走进厨房，从门后面的钩子上拿下了围裙系上，有什么话吃饭了再说。接到海童的电话后，战印就先打电话给梁姨，让梁姨帮忙买了菜送过来，但他不让梁姨做饭，他自己动手。海童不说话，默默地走到阳台上，他想给那些花浇水。战印忽地冲出来，紧张地提醒他，彤彤，你的手别碰到水，会感染发炎的。海童右手拿着花壶，扭头看他时，右手举了举花壶，意思是他用右手，受伤的是左手，一边手干活也累，这些花我都让梁姨好好的照顾的，你别管了。战印还是从他手里拿走了花壶，不让他给花浇水，并把他拉到秋千椅前，按他坐在秋千椅上，你最喜欢坐在这里的了，就坐在这里荡荡秋千，我进屋帮你拿件外套出来。我不冷啊。战印像是没听到他说的话一样，还是给他拿了件外套出来，让他披上，他不想披，就让他盖在他的双腿上，这样坐在秋千椅上也不会觉得冷。我去做饭了，有事就叫我，你这只手千万别碰水哈。战印一再的叮嘱他后，才重新回到厨房里，准备夫妻俩的晚餐。海童在秋千椅上略坐片刻，便起身进屋，在厨房门口静静地看着战印准备晚餐。看着他想起以往的点点滴滴，撇开他向他隐瞒身份的事，在生活上他对他是越来越照顾，他们之间呢也有过甜蜜的。看了一会儿，海童转身走开，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开了电视却看不进去。战印时不时会探出头来看看他的动静，内心很紧张啊。不知道他想和他谈什么，
那也不知道他到底会做怎样的决定。战印在心里自嘲着他的冷静，他的自制力在遇到海童后就失控了。1个多小时后啊，战印准备的简单晚餐做好了，3菜1汤，那不管是菜还是汤，都是海童喜欢吃的。他就给海童盛好了1碗汤，又给他盛了饭，加了菜，才把筷子递给他。海童看着他说道：“战印，你不要对我太好，傻瓜，你是我老婆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呀？我怕我会让你失望。没事，不管是希望还是失望，我都能接受。只要你不向我提离婚，不离开我，我都能接受。你要在姐那里住多久，我都等得起。彤彤，只要你还记得有我这个老公在家里等着你回来啊，哇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海童给他夹了1筷子的菜，先吃饭。战印受宠若惊：“老婆，我自己来。你手受伤，理应我照顾你的。我伤的是左手，不影响我右手夹菜。吃吧，一回来就忙了这么久，要多吃点。”说着，他又给他夹了点菜。战印紧张，他越是对他好了，他越是紧张害怕，不知道是什么大坑等着埋他。饭后呢，那自然是战印收拾碗筷。他刻意的磨磨蹭蹭，又花了1个小时，才走到海童的对面坐下。他像小学生上课那样，表情严肃认真，问着海童：“彤彤，我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你宣判吧。”海童，我只是想跟你沟通一下。被你这样一说，好像你要上断头台似的。他眼神深深地看着他，深沉的道：“对于我来说，此刻犹如上断头台。